乃丞相义女谢泱泱。今日我抛绣球选亲，可答应接绣球的3个青梅竹马，一个也没到。都2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抛？谢小姐跟丞相府3位公子约好了，选其中一个做夫君呢。这不3把椅子都给人家准备好了，人不来怎么抛？我看人家根本就不想娶，还站那儿等呢。一个姑娘家也太丢人了。快抛下来啊！他们不会来了。3位公子急着给我买糕点，根本顾不上你。快抛下来啊！你花颜虽是个丫鬟，可在公子们眼里，给我买糕点呢，比来接小姐您的绣球重要多了。干嘛急着走？下面这么多男人，都是为了小姐而来，个个垂涎小姐的美色，总不好让人家白来不是？什么？公子，这个绣球，在下阿四，无甚特长，但忠贞不渝，最重信誉，绝不会做答应了却不信承诺的事。谢小姐，可愿招我这个夫婿？谢小姐，可愿招我这个夫婿？既然那3人弃我不顾，让我沦为笑柄，我又何必坚持非他们不嫁？好，你真的答应了？这是聘书，还有定亲信物，10日后我来娶你。太子殿下，您私自给谢小姐下聘书，还把象征您身份的玉佩给了出去，不怕陛下怪罪吗？怪罪什么？给她带个儿媳妇回去，她还不高兴了。谢洋洋，姑终于能娶你了。青阳、怀旭、穗茂，爹回来了！3个臭小子，来，这是洋洋，爹收养的义女，以后你们要好好照顾她。洋洋好漂亮啊，爹，她以后能给我当媳妇儿吗？要当也是给我当，我是大哥，我是老二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3个毛还没长齐的崽子说什么呢？想娶洋洋也得等他长大答应了才行。那我们约定好，洋洋长大就抛绣球选亲，我们谁接到绣球，谁当洋洋的夫君。好。花颜染了风寒，想吃糕点，我们去给他买，耽误了接你绣球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他救过我们，我们照顾他是应该的。还有什么好介意的？一个绣球而已，大不了过几天再抛一次，那么麻烦干什么？她不就是想嫁给我们？我们随便一个答应娶她不就行了？不必你们娶我，已经有人接了我的绣球，我马上要成亲了。聘书？洋洋，你不会因为我们照顾花颜所以吃醋，故意拿这个来激我们吧？花颜无依无靠，我们照顾她一下又如何？你怎么什么醋都吃，还撒这种谎？就是，全京城都知道你一定会嫁给我们其中一个，谁敢来接你的绣球？你拿个假聘书骗谁呢？你做什么？这是我的聘书。行了，伪造聘书是要坐牢的，撕了也是为你好。我们青梅竹马，你什么心思我们能不知道？不过是拿这种东西玩欲擒故纵，逼我们娶你。我没有，10日后会有别人来娶我。行，你没有，那我们都要看看10日后你这个谎怎么圆。公子，
花颜，你风寒还没好，怎么出来了？三位公子为了给我买糕点，一直没回去。花颜担心你们。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倒是你还病着，怎么能出来吹风？昔日诺言如风散，你们眼里只有花颜。既如此，我也不要你们。混账东西！你们竟然为了这个贱婢，不去借泱泱的绣球！她一个姑娘家就那么干等着，全城百姓都在看她的笑话。估计又是谢阳阳添油加醋的告状。花颜，你先起来。你们，爹娘，这又不怪花颜。再说哪有那么严重？绣球而已，又不是非得今日接。谢阳阳她那么想嫁给我们，再多等些时日怎么了？干爹，干娘。干爹干娘不必为我担心，已经有人接了绣球，我们定好10日后他来娶我。泱泱，接绣球的是什么人啊？你怎么随便就答应了呢？娘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谁不知道他选亲是为我们3个准备的？谁敢接他的绣球？是啊，他就是激将法逼我们娶她罢了，如今连这种谎都敢撒，真是宠坏他了。我没有撒谎，我已经收了人家的定亲。谢泱泱，我们其中一个迟早会娶你，你急什么等着就是了。用这种小把戏逼婚，只会让我们厌烦。混账！干爹，干娘，您先带干爹回去休息。谢泱泱，把爹气成这样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们不过没接你绣球而已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还害花颜被爹娘罚跪？因为小姐，都是我的错，花颜跪多久都无妨，求您别再怪3位公子。你装得如此楚楚可怜，是又想在他们面前卖弄一番吗？既如此，那你便在这跪到天亮。花颜，谢泱泱，嚣张跋扈也该有个限度。花颜本就染了风寒，身子不适，你还这样对她？公子，花颜没事的，只要小姐能消气，我跪多久都无妨。谢泱泱，你做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花颜怎么会被爹娘罚跪？今夜你就替花颜跪在这里。来人，给我看着他，不到天亮不许起身。李岁末，泱泱，无论如何你不该迁怒花颜，今日就当是个教训。等什么时候知错了，我们再考虑谁娶你也不迟。娶我，李清扬、李怀旭、李岁木，就当我们从前青梅竹马的情谊是一场落花流水。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。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。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徜徉。等你回应1万夜光。来时携风雨，去时带走了四季。谢小姐寒气入体，伤及肺腑，需多日服药，看情况方可痊愈。多谢大夫。是我们没管教好他们3个，让他们被花颜那个丫头勾得不辨是非。放心，明日我们就将她赶出去。没关系，干娘，我很快就要成亲，她在不在丞相府与我无关。泱泱，他们3个是混账，但你万万不可再说要与别的男子成亲的气话。你是姑娘家，这对你名声不好。干爹，我没有说气话，我已经接了他的定亲庆物，我真的要成亲了。这是干爹，
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给你玉佩的人叫什么名字？叫阿斯。这是太子的龙玉，天下仅此一枚。那要娶杨洋的是太子。太子向来行事乖张，我们不便多问。但好在太子为人正直，并未有什么不好的名声罢了。是我们家那3个混账没有福分。杨洋，玉佩收好。干爹干娘信你了，那人我们认识，是个良人。我们泱泱配得上，待你出嫁，我们风光送你。谢小姐，南城桥一叙，共商嫁娶事宜。阿四。谢小姐。谢小姐，你跑这么急做什么？见心悦之人，当然要跑着来。对了，这个要给你。这是嫁衣，这嫁衣又要上朝，绣工精细，他竟然这般上心。这可是我让家里10个绣娘一针一线加急做的，你喜欢吗？不喜欢我叫人再改。我想早点看你穿上它的样子。谢小姐，我可以叫你泱泱。泱泱，明日我有个惊喜要给你，到时我会告诉你我的身份，你要在相府等我。好。也不知道阿斯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。谢江央，你好不要脸，竟然挑唆爹娘要把花颜赶出府！你说什么？谢阳阳，就因为我们让你替花颜罚跪，你就撺掇爹娘把他赶走，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？我没有让爹娘赶他走，这事与我无关。跟你无关，要不是你告状，爹娘会让人打花颜鞭子，会把花颜赶出去。你明知道花颜身体不好，这么做就是要她的命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公子，是花颜碍了小姐的眼，是花颜的错，你别怪小姐。不怪她怪谁？你嫉妒我们对花颜好，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对付她，你这样恶毒，休想我们会娶你。我没有嫉妒她，更不想嫁给你。还不承认？嫁衣都准备好了，不就是迫不及待想嫁给我们吗？父皇，你赶紧下旨册封泱泱为太子妃，她还不知我的身份，我答应今日给她惊喜的。让你看个奏折，不见你这么积极，娶媳妇儿倒是积极，不然呢？奏折哪有媳妇儿香？父皇，你也知道，我儿时在丞相府见过泱泱一次后，就立意要娶她，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，可不能耽误。哎，行行，让开，给你写圣旨。给。啊！双喜，走，随我去丞相府。嫁衣还给我，那不是为了嫁给你们准备的。少装模作样，谁不知道你从小围着我们转，非我们不嫁？就是，你要不是急着嫁给我们，怎么会这么心思恶毒的针对花颜？小姐，求您别赶我走，只要让我留下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以后不出现在3位公子面前，我给你磕头，求您。花颜，你不用给他下跪，他嚣张跋扈又小肚鸡肠，根本不配。就是，他只会欺负你，连你一半温柔善良都没有。反正我是不会娶她这样恶毒的女人。谢泱泱，花颜她无依无靠，被赶出相府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是不是非要害死她才满意？说了，赶他走的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你撺掇爹娘赶走花颜，不就是想逼我们其中一个娶你？你为了逼婚还真是煞费苦心。随你们怎么说，还有7日我便出嫁离开，他要走要留，与我无关。离开？你能去哪儿？大哥，他不过是以退为进逼婚罢了。既然你这么想嫁，
只要你答应说服爹娘把花颜留下，大不了我娶你。二哥，你何必受这种委屈？如果非要这样，那还不如我勉为其难的娶她。二公子、三公子，你们不要为了我说这种话，这关系你们一辈子，怎么能轻易决定？花颜别担心，我是老大，要娶也是我娶，只要你答应让花颜留下，今日我便和你亲。你们究竟把我当什么？走，随本太子去丞相府下赐婚圣旨。泱泱，姑要亲自告诉你姑的身份。谢泱泱，只不过是让你跟爹娘求情，把花颜留下，我们三个谁都可以娶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要嫁给你们，把嫁衣还我！别装了，你要是不想嫁，还这么急着要嫁衣做什么？赶紧选一个，成了亲便让花颜留下。不行，凭什么让她这么轻易就嫁给我们？花颜还挨了10鞭杖，娶她之前得让她还回来。这是你欠花银的。泱泱，之前是我们将你惯坏了，才让你又是撒谎又是欺负花颜。这10鞭子你该受，等挨完罚，我便娶你。谁要嫁你？我谢泱泱这辈子也不会嫁你们任何一个。还嘴硬，想不嫁我们还能嫁谁？谢泱泱，谁不知道你是我们丞相府养大？除了我们，你以为谁还会娶你？泱泱，本太子来娶你了。怎么没人来接圣旨？殿下，这圣旨刚写好，墨还没干呢，您就来了，也没人来得及知会丞相府啊。那还不赶紧去叫人？是。泱泱，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大夫呢？大夫怎么还没来啊？爹，别叫我爹！我们要是不及时出现，你们是不是要把泱泱打死？谢泱泱，谁不知道你是我们丞相府养大？除了我们，你以为谁还会娶你？给我住手！泱泱，爹，是谢泱泱她发小姐脾气，故意要把花颜赶走。花颜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，我们闭嘴！这个贱婢成天挑拨是非，让你们鬼迷心窍，欺负泱泱。是我和你娘要赶她走，跟泱泱没关系。老爷夫人，花颜只想照顾好3位少爷，没有其他心思。你们不要赶走花颜，花颜已经无家可归了，求老爷夫人开恩。花颜，你快起来！爹娘，你们宠泱泱养，但也不能这么偏心她。要不是她嫉妒花颜在先，怎么可能有今天的事？都是她自找的。老爷夫人，太子殿下才来了。太子突然来我丞相府做什么？你们3个给我好好待着，别惹事儿。老臣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，孤今日来只为一件事。丞相应该知道，孤前些日子接了泱泱的绣球，所以特意请了父皇的圣旨，孤要娶泱泱为太子妃。泱泱在哪？谢泱泱，我命令你起来。你听到没有？起来！我告诉你，花颜要是被赶出去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娶你。我不要你们娶，我恳请你们，还有7日，我便会出嫁离开这里。求你们别再来打扰我。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
你以为用这种方法能逼我们娶你吗？做梦！你说什么？泱泱病了，过去看看他。太子殿下，泱泱毕竟还未出阁，您贸然去她闺房，怕对她名声不好。您放心，只是小病，很快就好。那3个混蛋欺负泱泱，若是叫太子知道，怕是不会轻易放过。罢了，先让泱泱好好养身体，过几日姑将聘礼送来。是。出去，都出去！谢泱泱，别装模作样了，还妄想有人来娶你，我们倒要看看7日后你怎么收场。哼！三位公子，你们欺负我！哪有？我们好不容易才求爹娘让你留下来，怎么舍得欺负你？就是，有我们在，以后这丞相府没人敢欺负你，就算谢泱泱也不行。小姐，您怎么出来了？身体好些了吗？少假惺惺。小姐，我知道您因为之前的事儿生花颜的气，这对耳坠送给您，向您赔罪。这玉料和我的镯子是同一块呢。花颜送你，你就拿着，别装腔作势耍大小姐脾气。以后再敢欺负花颜，休想我们娶你。花颜善良大度，非要给你戴个耳坠，要不是沾她的光，你连这个耳坠都别想有。不用，这个光我不想沾。一对边角料做的耳坠，他们3个还真是一点也不在意。小姐是不喜欢吗？您是不是嫌弃这耳坠太小？那我把镯子也送给您，只要您能原谅我。不要，我说了我不要。小姐，您就算生花颜的气，也不该把公子们送的东西摔坏啊！谢泱泱，花颜是好心，你怎么能这么任性？我们是对你太好，把你惯坏了。这是我们给花颜的礼物，你凭什么毁了它？不是我，是…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嫉妒花颜，我告诉你，你越这样，我们越不会心软。以后你别想得到我们任何东西，我们一根发丝都不会送给你。奉我家主子之命，送黄金1万两、丝绸1000匹、东海夜明珠10箱，为谢小姐做聘礼。啊！谢小姐，在下双喜，这些都我家主子给您的聘礼。你说，阿四？什么聘礼？泱泱，为什么会有人给你送聘礼？我马上要出嫁，我将来的夫君给我送聘礼，有何不可？你真的要出嫁？哼，大哥，你信他？谁不知道他天天追着我们跑，除了我们不可能嫁给别人。就是，还专门找人来送这些东西，用这种激将法，不逼我们娶你不罢休是吧？我放肆！竟敢对谢小姐说这种话！哼，演的还挺像。你哪个戏班子？他一天给你多少银子？你不必。泱泱，我们纵容你是有限度的，只要你不再欺负花颜，想嫁给我们也不是不能考虑。何必做这些事，传出去败坏名声？还是我们太惯着她，为了嫁给我们，真是什么方法都用上。公子，你们别怪谢小姐，要怪就怪花颜吧。要不是我，谢小姐也不会找人演这么一出。这怎么能怪你？是她任性妄为，我们不娶她，她就不停地闹幺蛾子。倒是挺下功夫，里面不会装的都是石头吧？我的聘礼怎么可能是石头？哼，这么生气，不会是被说中，气急败坏了？住手！这是给谢小姐的，谁也不能动。还演？谢泱泱，你也怕被揭穿是吧？小爷今天还非开不可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谎你能怎么圆。二哥，这怎么会真有这么多金子？哼，我家主子的聘礼怎么可能有假？另外，谢小姐，这是我家主子让我交给您的。这竟然是我一直在找的娘亲的遗物。阿舍究竟是什么人？给这么多聘礼，还帮我找到了娘亲的发簪。聘礼已送到，3日后我家主子将迎娶谢小姐。泱泱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难道真要嫁人？公子，
如果谢小姐要嫁人，怎么没听老爷夫人提过她要嫁谁？老爷夫人向来最宠小姐，说不定是抬了库房的东西来陪小姐演这一出戏。原来是这样，爹娘还真是惯着你，为了逼我们娶你，居然陪着你胡闹。知道你想嫁给我，不过可惜这种方法对我们没用。你什么时候不欺负花颜，或许我们才会考虑娶你。不必你们考虑，随你们怎么想，我不会嫁给你们。我的簪子呢？小姐，我不知道，您吩咐过不让人碰，我们都不敢动。花颜在哪儿？他今日花灯节，3个少爷带他去逛花灯了。洋洋，你干什么？这是大街上，莽莽撞撞，一点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。他偷了我的发簪，让他把发簪还给我。谢小姐，我没有偷，不是我偷的。发簪就在你头上，还狡辩什么？要么现在还给我，要么我现在就报官。行了，不过一个发簪而已，不是花颜偷的，是我从你房里拿了送给他。你说什么？三公子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他摔了你的镯子就该赔。你不是说喜欢他这只发簪吗？我做主，送你了。多谢三公子。李岁木，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送给他？你知不知道这只发簪对我有多重要？不就是个发簪吗？什么重要不重要的？我送给花颜怎么了？你真是小肚鸡肠。谢阳阳，你住在我们相府，想要什么没有？何必因为一只发簪为难花颜？洋洋，别在这里丢人了。你想要发簪，大不了再去买，这个就让给花颜。你们当真是忘了。洋洋，你……洋洋，别找了，你都找了好几个时辰了。不行，那是娘的遗物，我得找到。洋洋，你的手都划破了，听话，我们不找了。大哥哥，那是我娘的发簪，都怪我，我不该带出来的，不然也不会弄丢，都怪我。洋洋，别哭，看，我们把发簪的样子画下来了，待会儿就发给下人，贴满全城，让他们一起找。放心，我们一定帮你找到。从一开始就不该指望你，我的东西我自己要回来，把发簪还我！够了！因为一个发簪，你没完没了是吧？这花灯节还真是热闹，等会儿买了花灯，姑就给洋洋送去。殿下，您想见谢小姐就直说，过2日就成亲了，以后还不天天见啊？就你话多，快走，给洋洋买花灯。因为一个发簪咄咄相逼，谢洋洋，你是不是忘了？这么多年，你吃穿用度都是我丞相府出钱，拿你个发簪怎么了？谢洋洋，你不用小题大做，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嫉妒花颜就直说，这么一副样子，实在叫人生厌。你们不要这么说谢小姐，如果谢小姐这么想要发簪的话，我让给她就是。让给我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让给我？那本来就是我的，是我娘的遗物。洋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早说的话，我们也不会。不会什么？不会忘记曾经的承诺，还是不会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？谢小姐，你不要怪3位公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让你们产生误会。你要怪就怪我好了。谢洋洋，拿你发簪的是我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？为什么对花颜动手？洋洋，你别太过分，花颜又没错，况且发簪还在又没丢，你发什么小姐脾气？公子，你们不要怪谢小姐，是花颜让小姐生气了，小姐打我是应该的，我现在就把发簪还给小姐。是吗？可3位公子很喜欢谢小姐，要不要看看他们更在乎你还是我？谢小姐，我已经跟您道歉了，您为什么还要推我？我的发簪！
发簪能比人重要吗？推了人还不道歉！放手！我的脚好痛。看你干的好事，花颜受伤了，你满意了？我不想跟你们多说，放手！好痛！林清扬，你放开我！殿下，那不是谢小姐吗？平常我们容忍你也就算了，今天你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欺负花颜，必须道歉！谢泱泱，给花颜道歉！我再说一遍，放开我！泱泱，阿四，殿下，阿四，你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医馆。站住！想要，他是谁？大庭广众，你怎么能跟别的男子拉拉扯扯？与你有何关系？这附近就有医馆，你忍一忍。没事的，一点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倒是你，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我们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不能牵一下吗？哎呀，好痛！泱泱，再过2日，我便是你夫君了。刚才怎么回事？卑职打听过了，是他们将谢小姐娘亲的遗物那只发簪丢掉，竟敢欺负到姑的人头上。等和泱泱成了亲，姑再好好收拾他们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姑不能让泱泱带着伤心出街。小姐，有个叫双喜的求见。双喜，快请他过来。谢小姐，奉我家主子的命，来将此物物归原主。这是阿四帮我找到的，他怎么找到的？殿下，您都找了2个时辰了，天太黑了，不如明日再找吧。不行，发簪对泱泱很重要，姑必须找到，不能让泱泱伤心。刚才那么多人，发簪早不知丢哪儿了，不如找人打一只一样的。谢小姐应该住嘴，那是泱泱娘亲的遗物，怎么能用假的替代？找到了。主子说了，只要是谢小姐想要的，赴汤蹈火，她都会找回来。原来真的有人会对我这般好，麻烦你替我谢谢阿四。另外，你可否告知我阿四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明日成亲，谢小姐自然会知道。既然已经得到了想要的，那有些东西也没必要再留着了。泱泱，给，这可是我跑了3条街才买回来的，是我想要的木条。怎么，二哥哥对你不好？那这个香囊不给你了。听说这个在世家小姐中很流行，别人有的，我们泱泱也得有。谢谢二哥哥，还有三哥哥。大哥哥，好累啊，我可以动了吗？不可以，还没画完。大哥哥，他们说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给他画像，你……洋洋，你在干什么？是不是我们送你的？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烧掉这些，以免我未来夫君误会。谢洋洋，你够了！你不就是赌气，昨日我们护着花颜没管你吗？哎，洋洋，
我知道你丢了娘亲的发簪，心情不好。你看，我们买了一样的给你。你们觉得这就能替代我娘亲的遗物吗？这东西我不要，你们我也不要了。你要赌气闹到什么时候？明日我嫁人，看在我们青梅竹马的份上，我不介意你们来送我出嫁。干爹、干娘，今日泱泱出嫁，来拜别二老。快起来！一转眼泱泱都这么大了，都到嫁人的年纪了，真好。哭什么？泱泱日后是要享福的，这丞相府注定留不住她。咱家那3个混账没那福气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爹，花颜出门采买一直没回来，我们去找她。你们3个混账！今日泱泱出嫁，你们不管泱泱去找什么贱婢？你们陪泱泱胡闹也得有个限度。就是。前几日抬了库房的东西冒充聘礼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让她穿上嫁衣到处招摇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她要嫁人呢。泱泱她就是要嫁人。得了吧，她就是在赌气吃醋，气我们陪花颜逛夜灯。谢泱泱，既然你要出嫁，那我们就看看有谁会来娶你。行了，别浪费时间，赶紧去找花颜，我担心她出什么事儿。你们，泱泱。不用理他们，迟早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走，干爹干娘送你出嫁。奉我家主子之命前来接亲，谢小姐请上轿。干娘、干爹，泱泱走了。起轿！花颜，你怎么还不回府？我们一直在找你。公子，抱歉，是花颜买东西忘了时辰，叫你们担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大哥，你不会还想买发簪送给泱泱吧？她还在赌气，不会要的。那是她娘亲的遗物，她赌气也情有可原。况且她闹了这么久，说到底只是爱慕我们，想要嫁给我们罢了。那倒也是。其实泱泱穿嫁衣的样子很漂亮，如果她不那么任性，我跟爹娘说一下也不是不能娶她。为什么是你娶？泱泱又没选你。行了。反正她只会嫁给我们其中一个，既然我们都想娶泱泱，那我们回去便和她商量婚事，看她愿意嫁谁。先说好，你们不能跟我抢。这是谁家娶亲？还挺热闹。泱泱大概也是想要这般热热闹闹出嫁吧。刚才花轿里的是泱泱。3位公子，你们看错了，那怎么会是谢小姐？对，不可能是她，她喜欢的是我们，怎么会嫁人？她是在跟我们赌气，她一定在家等我们。公子，你们陪花颜去别处看看好不好？爹娘，泱泱呢？泱泱在哪儿？他刚刚还在的，爹，泱泱呢？哼，现在知道着急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泱泱嫁人了，就在刚刚被花轿接走了。不可能，她怎么会嫁人呢？她明明是要嫁给我们的，我不信，不信！泱泱，谢泱泱，你出来！谢泱泱，没了，她喜欢的茶具、喜欢的摆件都没了。大哥。泱泱真的嫁人了？不行不行，她怎么能嫁人呢？她不能嫁人！花轿还没走远，得把她追回来！对，把她追回来！这怎么像是去皇宫的路？谢小姐，我们到了，请稍等。主子说了，他会亲自来接。阿四他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泱泱，泱泱，拦住他们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泱泱，我知道你在轿子里，你快出来，快出来！泱泱，我们来娶你了，马上成亲，现在就成亲，你快出来！谢泱泱，你出来！我们知道你在赌气，你想嫁的只有我们，你快出来！泱泱，之前的事我们可以道歉，你想赌气想闹都可以，但你不能这样随意嫁人。还要我再说几次？我没有赌气，是你们自以为是，想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还说没有赌气？泱泱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心悦之人一直都是我。泱泱，你出来，我们成亲，好不好？
是谁敢在宫门口放肆？参见太子殿下。是阿四的声音。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是李丞相家的吧？怎么，他就是这般教导儿子的？宫门口喧哗，蔑视王权。太子殿下恕罪，我们并非有意，我们只是想把义妹谢夭夭带回去。是啊，殿下，也让她赌气不经允许，非要嫁与旁人，我们不能让她这般任性。谢小姐，他们说你赌气才嫁人，可是真的？这声音怎么这么像阿四？或许是错觉吧。阿四怎么可能是？他犹豫不答，难道真的是？我并非赌气，我的夫君接了我的绣球，我也接了他的聘书，我嫁人是自愿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应该很喜欢你的夫君。我们虽然只见过几面，但他芝兰玉树，品行善良，况且还不顾安危的救我，待我挺好。泱泱，不过是几面的人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是啊，泱泱，你才认识那人多久？我们可是一起长大的，难道我们青梅竹马的情谊还比不过他吗？青梅竹马，当初我抛绣球，你们没有出现，将我一人丢在那被人耻笑的时候，我们的情谊已经断了。谢阳阳，你因为一个绣球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不行，你不能嫁人。为了你好，我们今日必须将你带回去。放肆！殿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殿下，即便您是太子，但这是我们李家的家事。若姑偏有干涉，李清扬，干爹干娘都已经同意了我的婚事，用不着你们自作主张来替我操心。泱泱，爹娘宠溺你，任凭你胡闹，但我们不行，我们都是为你好。你嫁的都不知是什么人，怎么能随便嫁？我怎么不知？他是……你说他是谁？这京中比我们李家身份高贵、家世显赫的人寥寥无几，还有谁比我们更配得上你？泱泱，你别被人骗了。就是，说不定是哪来的乡野村夫走了狗屎运，接了你的绣球。谢泱泱，你说他是谁？我们现在就去找他，打断他的腿，让他立刻退婚。你们够了！你一定知道，说，你那个所谓的主子到底是谁？他要是敢不退婚，我们现在就打断他的腿，打得他爹都不认识。当着姑的面，你们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够了！你们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即便你们逼我退婚，我也不会嫁给你们任何一个。洋洋，我知道你在闹脾气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走，我们先回去。殿下，殿下你，本太子要娶的人，岂是你能碰的？殿下，你什么意思？泱泱，姑接了你的绣球，按约定，今日姑来娶你了。阿四，阿四，你怎么会是太子？姑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姑乃太子段惊鸿，乳名阿四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娶洋洋的怎么可能是太子？是啊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太子怎么会？放肆！你觉得姑是傻子吗？要娶谁，姑会不清楚？那为何这么大的事我们都不知道，连爹娘都从未告诉我们？那是因为姑特意嘱咐他们别告诉任何人，因为姑想亲自告诉洋洋姑的身份。记得姑曾说过要给你惊喜吗？记得。姑很早便请了册封你为太子妃的圣旨去了相府，原本想告知你，却得知你身体不适。你说的难道是那日？洋洋，那日你真的是身体不适，还是因为其他缘故？殿下，那日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。行，都依你。看来那日的事并不简单，是该让双喜好好查查背后的隐情了。等等，洋洋，你不能嫁给太子。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与你们早已无关，你到底还要如何？你与我们乃是青梅竹马，儿时早已约定，抛绣球选亲要嫁入我们其中一人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不过一个儿时戏言也好意思提起，况且是你们违背约定在先。那件事确实是我们有错在先，可洋洋，倘若你不肯认儿时约定，那如今已然定下的婚约，又该作何说法？什么婚约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从来不知。大哥，洋洋什么时候跟我们定下婚约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是啊，大哥。按我朝律法，
已经许下婚约之人，不可另娶另嫁，即便是太子也得遵守律法。泱泱，你不能嫁。我从未听过我和你们有什么婚约。你说有婚约便有婚约，姑凭什么信？姑去相府下旨的时候，连丞相大人都从未提过什么先辈婚约之事。这是我李家和谢家先辈定下的娃娃亲，时间久远，太子不知，情有可原。李清扬，你可知凭空捏造婚约，欺瞒太子，阻碍皇家大婚是什么罪过吗？你疯了！我没有乱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婚约真的存在。我爹娘早逝，是干爹干娘将我养大，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听他们提起过什么先辈婚约，即便有，那干爹干娘为何从未告诉我？那是爹娘知道我们青梅竹马，你一定会嫁给我们其中一个，那婚约也没有说的必要，是吗？想来那所谓的婚约也不过是两家口头约定罢了。按我朝律法，没有白纸黑字的婚书，并有双方长辈及媒人签字画押。殿下，你又没有亲眼见过，怎么就确定我们没有婚书？到时看到婚书，还请殿下按律法给杨洋退婚，让我带杨洋回去。放心，有姑在，不会有事。殿下，赶紧派人去相府取婚书吧。等您亲眼看到婚书，便知道我所言非虚了。李清扬，若你没有婚书，或叫姑知道婚书作假，姑定不会放过你。我已向上人头担保，若欺骗了殿下和泱泱，甘受千刀万剐之刑。双喜，立刻带人去相府，把李清扬口中的婚书给姑取来。还有，把丞相一并叫来，姑要亲自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就去。泱泱，我不会让你跟太子成亲的。等丞相把婚书拿来，我一定带你走。殿下，李丞相来了。你这是？臣参见太子殿下。臣来的路上已经听说，犬子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在此阻碍殿下大婚，惊扰了殿下和太子妃，臣罪该万死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殿下，臣现在就把这3个不懂事的聂县带回去严加管教，绝不会让他们再耽误殿下您和杨洋的大婚吉时。爹，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干爹，您应该知道，殿下今日找您来，所谓何事？干爹，当初我爹娘早逝，是您将我接回相府抚养。我想知道，我爹娘真的给我订过婚约吗？爹，您都把婚书带来了，还犹豫什么？快拿出来给殿下和泱泱看看啊！爹，您倒是快拿出来啊！既然真的有婚书，您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瞒着我们？为什么还要搞什么抛绣球选亲？对啊，爹，婚书上写的到底是我们3个谁的名字啊？李丞相，这婚书是真的。干爹，不，殿下，你不必听这3个混账东西胡说八道。这婚书根本就不是泱泱的，我那3个不成器的儿子跟泱泱没有半分婚约，他们配不上泱泱。爹，您在胡说什么？那婚书明明就是您跟谢家定下的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我还不知道吗？轮得到你在这里教我做事？爹，你不是很想让我们娶洋洋吗？现在又在做什么？那婚约之事是我亲耳听到的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会？这是当年我和泱泱的爹娘定下的婚书，我们早就定好，泱泱以后嫁到我们家来。既如此，那更应该叫他们3个好好跟泱泱相处，日后不论他们谁娶泱泱，都要好好待她。放心吧，他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关系很好。即便没有这婚书，我看泱泱也很喜欢他们。到时不论嫁谁，咱都把泱泱当亲女儿待。当时您和娘说起婚约之事，我亲耳听到，您手上这份婚书是您和洋洋的爹娘定下的，您要欺骗洋洋吗？干爹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爹娘真的给我定下过婚约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便不能跟阿斯成亲，对吗？当然不能。洋洋，你没听大哥刚才说的吗？按我朝律法，已经许下婚约之人，不可另娶另嫁。对，即便是太子殿下，也该遵守律法。洋洋，你不能嫁。你们放肆！殿下，身为太子，万民表率，您难道要违背律法吗？洋洋，跟我们回去吧，你不能嫁。之前是我们做错了，
你放心，日后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对你。是啊，泱泱，我不信我们这么多年青梅竹马之情，你说忘就忘。你想抛绣球，想嫁给我们都可以，我们重新来，好不好？难道我必须嫁给他们3人其中一个吗？只因为那份婚约，我便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。泱泱，别担心，姑说了要娶你，谁也不能带你走。殿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违背律法抢我李家的亲不成？姑便抢了，你又如何？你够了！殿下放心，今日老臣在，绝不会叫这3个混账阻碍您和泱泱成亲。爹，您糊涂了吗？您在说什么？我没糊涂，我知道泱泱现在不想嫁给你们，你们这是在强求。爹，您之前明明那么想让泱泱嫁到我们家，我们对泱泱那么好，您怎么能这样？那是以前，你们看看现在是怎么对泱泱的。爹，不管怎么说，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对，但我们会改。只要有婚书在，我不会让泱泱嫁人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便告诉你，这婚书不作数。爹，你干爹，泱泱，当日你拿太子的玉佩给我看，我便知道娶你的人是太子。干爹说过，娶你的是个良人，我们泱泱配得上。至于他们，是他们辜负了你，自然也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。爹，别说了，殿下放心，这份婚书上只有泱泱的名字，婚书不作数。爹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当年我跟泱泱的爹娘写婚书时，想着将来不知泱泱想嫁给你们哪一个，便没写名字，想等泱泱长大定好之后再写。如今正好，根本不需要写。所以，爹，你的意思是，婚书上我们3个谁的名字也没有？是，只有泱泱的名字，算什么婚书？既然如此，那婚约仪式根本不作数。那我们还能成亲？当然，没有人能阻碍我们成亲。今日，姑一定会娶你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若没有，就别耽误姑的吉时。姑与泱泱还等着拜天地。殿下，李清扬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姑的耐心有限，别以为姑不会处置你。殿下，婚书上只有泱泱的名字，确实不作数。您可以不认，泱泱也可以不认，但上面若是也有我的名字呢？你说什么？爹，婚书给我。清扬，你……殿下，请您好好看看婚书上是不是我与泱泱的名字。怎么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婚书上只有泱泱的名字，爹娘是想等以后泱泱做出选择，嫁给我们其中一个，再写我们的名字吗？爹娘，抱歉，泱泱喜欢的是我会娶泱泱。青扬，青扬，这上面什么时候写了你的名字？爹，您是糊涂了吗？这上面一直都是我的名字。大哥，你怎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让泱泱嫁进宫，离开相府？殿下，我与泱泱有婚约，还有婚书，现在我可以带她回去了吗？你，泱泱，跟我回去，我们成亲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辜负你。不，我不回去，我不要嫁给你。泱泱，不看谁敢动！李清扬，姑的人你也敢抢？太子殿下，我和泱泱的婚书在此，
是你在抢我的人。哼，你的人。双喜，给姑看好了，今日谁敢碰姑的太子妃，就地正法。是。今日殿下大婚，谁也不得造次。殿下息怒，是老臣教导无方。庆阳，跪下，给太子赔罪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跪下！不，爹，我有婚书，今日我一定要把泱泱带回去。胡闹！你没看出来泱泱根本不想跟你成亲，你何必强求？我就是要强求。婚书便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能违背。李清扬，你为何非要如此？泱泱，你喜欢我，我没有回应。我已经错过一次，绝不会错过第二次。大哥，我们是想把瑶瑶带回去，但现在这样得罪太子，对我们相府不利。对啊，大哥，我们要不要再想其他办法？不，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要有这份婚书，泱泱只能嫁给我。太子殿下，按照本朝律法，您都不可以娶泱泱。李清扬，你说了半天，却一点没考虑过泱泱的感受，自以为是的要强行带泱泱回去，这便是你对她好的方式。殿下，你根本不懂，我知道泱泱只是赌气才嫁给你，等她气消了，她便会知道她喜欢的人始终是我。双喜，退下。是。泱泱，看来有人真是冥顽不灵。泱泱，我只问你一次，你是想与他们回去，还是想与我成亲？只要是你想的，我都会同意，绝不为难。阿四，李清扬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赌气，我不会嫁给你，更不会跟你回去。我要和阿次成亲。瑶瑶，泱泱的话你听得还不够清楚。可是泱泱，我们有婚书，有婚书的你不能。婚书又如何？只要泱泱不愿意，无论什么律法，姑都能废了。李清扬，姑不管你这份婚书怎么来的，不过姑现在便下令，废除本朝律法中已经许下婚约之人，不可另娶另嫁这一条。殿下，您不能这么做。姑监管礼部刑部，分掌司法兴废，有何不可？姑还要下令，即日起，事关婚约之事，天下女子均有自主之权，同意与否，皆需征得女子意见。殿下，古今以来，女子嫁人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您怎可仗着身份滥用职权？您分明就是想娶泱泱，故意为之，您不怕天下人狗病吗？那又如何？姑便是仗着身份恣意妄为，你又能如何？泱泱，李清扬手里那份婚书如今不过废纸一张，你不必担忧，他带不走你，姑也不会让他带走你。泱泱，够了！殿下，今日是犬子无杖，老臣教导无方，愧对殿下。干爹，这事不怪你。丞相，你并非泱泱的亲人，却受故人之托照顾泱泱多年，姑不治你的罪。殿下，即便您不治罪，臣也无颜面对殿下。子不教父之过，是我对他们管教不严。我们哪里错了？我们不过是……闭嘴！殿下，臣年事已高，实在没有心血再管教他们，恳请殿下向陛下禀明，准许我告老还乡。爹，您怎么能……殿下，臣会尽快将官印上交，望殿下看在臣为朝廷鞠躬尽瘁几十年的份上，不要计较他们三人的过失之举。丞相明事理之进退，只可惜他们未学到你分毫罢了。姑会禀明父皇，不与他们计较。但他们若是还纠缠泱泱，那就别怪姑不客气。泱泱，行。给我跪下！三个是要把我李家的脸都丢尽了。爹，我们只是想带泱泱回来，明明泱泱应该嫁给我们其中一个，你还说？我告诉你，泱泱现在是太子妃，你们别痴心妄想了。爹，娘。
你们早知当初接绣球的是太子吗？为什么不阻止？为什么要让泱泱嫁给太子？只要你们开口，泱泱她一定会听你们的话。你让我们怎么阻止？你们不去接绣球，把泱泱一个人丢在那儿，回来后还只顾着那个花颜，泱泱早被你们伤透心了。我们那只是什么？你们现在知道后悔了。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给你们吃。别说泱泱嫁的是太子，就算只是个普通百姓，只要他对泱泱好，我们也不会阻止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那样对泱泱。你想想办法，让泱泱回来好不好？娘，我真的很想娶泱泱。你想娶泱泱，早干嘛去了？现在晚了。爹，你不用叫我爹，我养你们长大，没有教好你们，我也没脸面再留在这里。正好，陛下的旨意很快下来，我和你娘也该回乡了。爹，您真的要走？您和娘不管我们了吗？你们都已经长大成人，我还怎么管？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最后也只能给你们一个忠告。太子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想要在这京城安稳活命，不要得罪太子。爹，娘，大哥，现在要怎么办？泱泱不会再回来了，是我们错了，没有顾及到泱泱的感受。大哥，那份婚书究竟怎么回事？那上面为什么会是你的名字？事到如今，再说婚书还有什么用？太子连律法都改了，上面有谁的名字重要吗？三位公子，你们没事吧？花颜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听说三位公子去追谢小姐，还因此得罪了太子，花颜担心你们。我们没事，你别担心。公子们没事就好。我听他们说老爷要告老还乡，可是真的？是，爹娘已经决定要离开了。丞相辞官还乡，那这李家日后便是他们三人为主，我日后岂不是有更好的日子了？之前爹娘不喜欢你，如今爹娘离开，泱泱也进宫了，你便安心在这里住着吧。唉，谢小姐也是，若是她早点告知她要嫁的人是太子，那也不会连累三位公子被老爷夫人责备。这与泱泱无关，你不要这样说。是啊，泱泱也是不久前才知道她要嫁的是太子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以往我只要一挑拨，他们便会听我的。如今谢阳阳一嫁人，他们反而一个个像转了性了。抱歉，是花颜说错话了。大哥、二哥，花颜只是担心我们，你们好好的冲她发什么脾气？我们什么时候冲她发脾气了？二公子、三公子，你们不要因为花颜吵架，是花颜错了，花颜不该那么说谢小姐。你没错，二哥，花颜已经很委屈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欺负她？我什么时候……唉，花颜几句话，便让我们觉得错都在泱泱身上。怪泱泱欺负花颜，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？大公子、二公子，花颜不是故意说谢小姐，只是觉得三位公子受了责备，替三位公子委屈。行了，花颜，你没必要替我们委屈。大公子这是什么意思？之前是我们疏忽了。花颜，你身为府上的婢女，应该知道与我们身份有别。大公子，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身份有别？还需要我讲得更清楚？花颜身为婢女，不应该跟我们走得太近，她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大哥，闭嘴！之前就是因为我们跟花颜没有边界的相处，还处处维护她，冷落了泱泱，才让泱泱心寒。要是我们早点认清这一点，泱泱怎么会嫁人？但是大哥，你也不能因为这就迁怒花颜。说到底，
跟花颜又没有关系。是，跟他没关系，错在我，不在我。大哥，以后花颜还是府主，还可以住在相府，不过跟其他下人没什么区别。爹娘离开后，这府上便是我做主。你们两个日后也该守规矩，知道跟下人相处的分寸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大公子，是不是花颜哪里做错了？您告诉花颜，花颜会改的。求您不要这样对花颜。你要我如何对你？你本就是婢女，我没打你也没罚你，只是让你做该做的事，难道不对吗？大哥你行了，你少说两句。花颜，你先起来。三公子，花颜，大哥现在是一家之主，我不能违背他的意思。三公子，连您也要这样对花颜吗？你放心，大哥只是在气头上，说的都是气话，说不定过2天就忘了，还是会对你好。三公子，我有身孕了。公子还记得花颜陪公子煮酒吟诗的那晚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……公子，您说您未经人事，想与花颜初尝云雨，于是我们……三公子，您会娶花颜的，对吧？三公子，花颜，三公子不打算娶我吗？我肚子里可是你的孩子。花颜，我们不能这样，要是让爹知道，他会打死我的。丞相大人已经回乡了。可是我大哥二哥都没有成亲，我怎么能……花颜，你也听到了，大哥说了，我们身份有别。三公子，说到底，你是不想娶我，不想对我负责，对吗？我没有。花颜，我爹刚刚辞官，以后只能靠大哥支撑，我连我自己都顾不好，怎么娶你？花颜，我明白了。花颜，要不我给你找个宅子，你先去外面养着，等以后家里稳定下来，我再跟大哥商量。花颜，殿下，大晚上的您怎么出来了？新婚燕尔不应该陪着太子妃吗？泱泱休息了。丞相府那边如何？陛下恩准丞相辞官，听说丞相3日前就带着夫人回乡了。不过他临走托人递了话进来，他想跟姑说什么？丞相说他在朝几十年，无功劳有苦劳，望殿下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对李清扬他们高抬贵手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他也算个老狐狸，知道姑不想善罢甘休。殿下，那还要找机会给他们教训吗？罢了，反正姑已经娶到了泱泱，只要他们不再觊觎，姑还不至于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命先给他们留着。殿下，属下还有件事好奇，想问殿下。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多话了？想问什么？就是殿下接太子妃进宫的时候，殿下问太子妃：“泱泱，我只问你一次，你是想与他们回去，还是想与我成亲？只要是你想的，我都会同意，绝不为难。若当时太子妃说要和李清扬他们回去，不和您成亲，
殿下，您真的会同意让太子妃离开吗？你觉得呢？姑喜欢杨洋，费了那么多心思，娶她是势在必得，让她离开绝无可能。若她真的选择了李清扬他们，那姑不介意强娶豪夺。果然，什么人？殿下，是花颜。你来做什么？姑说过，没有特别的事，不要来找姑。殿下，奴婢已经完成了您交代的事，如今你也娶到了谢小姐，奴婢恳请殿下帮奴婢一个忙。记住之前姑跟你说的了吗？奴婢记住了，殿下放心，奴婢最善讨各类男子喜欢，进了丞相府，定能离间3位公子和谢小姐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我好饿，求您救救我，救救我！谢小姐未免太好心了，殿下，您这是不是利用谢小姐的善心？李清扬他们和泱泱青梅竹马，感情颇深，若没人从中作梗，姑怎么有机会？殿下，您这有点儿……怎么？没，这一招实在是高。不过，若这事儿叫谢小姐知道的话，不太好吧？那就永远别叫泱泱知道。再者，若李清扬他们对泱泱感情真切，即便再多人挑拨，他们也不会有所改变。若他们因别人冷落了泱泱，也只怪他们咎由自取。殿下，奴婢已经按您的吩咐，让3位公子和谢小姐离心。当日抛绣球也故意拖住3位公子，没让他们去，让殿下顺利娶到谢小姐。殿下可否帮奴婢一次？放肆！你本是勾栏出身，殿下帮你赎身，你替殿下办事，现在还敢求其他？你想要什么？殿下，你想让姑帮你什么？恳请殿下，让花爷能在李家有立足之地。据姑所知，李清扬他们并没有赶你走，你仍可以在李家做事，安安稳稳当个丫鬟，比之前在勾栏里伺候男人好得多。这还不算有立足之地。殿下，奴婢不想只当个丫鬟。花颜，你想要什么姑管不着，但看在你替姑做事的份上，还是要提醒你。我看你是跟李家那3人亲近了些日，就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如今能在李家落脚，有份差事，比你之前在烟花之界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奴婢知道，但是奴婢必须要更多，我不能只当李家的丫鬟。你有身孕了。是。起来。李岁木的。殿下如何得知？李清扬身为长子，恪守礼教，稳重也固执。李怀旭做事顾虑颇多，只有李岁木年岁最小，也最经不起诱惑。确实是3公子的。你也真是，就算是青楼女子，也不必这般作践自己。殿下只叫你去离间他们与太子妃，也没叫你勾他们做那档的事儿。我……看来你早有打算，想母凭子贵留在李家。你不只想当个丫鬟，还想要李家夫人的头衔。是，还请殿下看在我帮您做事的份上，帮我。我已经怀了3公子的孩子，只要您出面，他一定会娶我。你既然求到姑的面前，说明那李岁木并没有同意娶你。让姑猜猜，他是没胆子承认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安排你当个没名没分的外室。是，现在李家由大公子李清扬做主，他因谢小姐的事愧疚，不让2公子和3公子和奴婢过多接触。3公子他不敢违背大公子。李清扬他有什么可愧疚才疏远？难不成还痴心妄想让泱泱回到他身边吗？殿下，奴婢不奢求其他，只想等孩子生下来有个保障。你觉得李岁木能给你保障？他之前倚仗他爹，如今又倚仗他兄长，说到底不过是个废物罢了。
可是，想来你对他也不是真心，不过是想攀个高枝。既然如此，如今李清扬当家，要攀为何不攀他的高枝？殿下，您的意思是？姑只是提醒你，反正你都大胆求到姑面前了，与其让姑保你成为李家三夫人，还不如当李家大夫人，未来的当家主母，不是吗？可是我怀的是三公子的孩子，而且三公子他也知道。那又如何？他现在不敢认，以后你当了李家大夫人，他更不敢认。花颜，如果你真的决定要成为李家大夫人，姑想你一定有办法让固执又恪守礼教的李清扬对你自在。过2日，姑会带泱泱去李家一趟，这可是你唯一的机会。花颜明白了。殿下，属下没明白，您要他做什么？还请殿下不要食言，2日后到李家，奴婢告退。慢着。殿下还有什么吩咐？殿下，您这是……别急着走，你的事儿说完了，姑还有些账没跟你算。殿下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姑当初让你去相府接近李家三兄弟，离间他们和泱泱，但没有让你伤害他，不是吗？花颜慌张，殿下我没有，我怎么敢伤害谢小姐？姑接下绣球，泱泱接下姑的聘书时，你的任务便已经完成了。但你在此之后还做了多余的事，让泱泱伤心。殿下，那是……姑不听解释，这是给你的教训。还有，姑叫你做的事，你最好烂在肚子里，别让泱泱知道。殿下，花颜她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你也看出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她再怎么样也不会影响到泱泱。以后待在李家，够那3个人受。洋洋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醒来见你不在，便来找你了。按民间的习俗，成亲后新娘子是要回门的。姑正吩咐她，过2日我们回相府一趟。可是，干爹干娘都已经回乡了，我回去还有什么意义？也不知道干爹为什么这么着急辞官，他和干娘那么匆忙离开，我都没来得及见他们一面。丞相年事已高，应该是早有辞官的想法了。我知道你想他们，等过段日子我们可以去看他们。好，你不想回相府也好，姑知道你也不想见那3人，只是可惜姑都没有好好看过你长大的地方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怎么没有？一想到姑没有早点遇到你，没有陪你一起长大，姑就生气。凭什么李清扬他们从小能与你同吃同住？那不是因为干爹在我爹娘去世后将我带到相府了吗？我父皇那时候在干什么？怎么没把你带进宫？否则现在姑就是你的青梅竹马。好啦，你如果想去相府看看，那我们就去。好啊，还是姑的太子妃最好。这次可得带洋洋看一出好戏了。洋洋，那只发簪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，我叫人打了一只一样的，如果把它送给你，你是不是就能回心转意？我当初怎么就忘了，那发簪是你娘亲的遗物。大哥，你在样样的房间做什么？大哥，你又喝酒，这几天你天天喝酒。爹娘刚离开不久，现在家里很多事等着你处理，你要这样到什么时候？把酒给我！大哥，你清醒一点吧。你以为这样下去，泱泱就能回来吗？
怀旭，你不想让泱泱回来吗？你不想吗？啊？我想有什么用？大哥，泱泱已经嫁人了，嫁的还是太子，你难道还能跟太子抢人吗？为什么不能？泱泱喜欢的是我。大哥哥，好累啊，我可以动了吗？不可以，还没画完。我给他画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喜欢我。大哥哥，他们说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给他画像，你……怀旭，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把杨艳弄丢了。他喜欢的是我，我早就知道。大哥，你忘了吗？那幅画像早已经被泱泱烧了，烧了，便意味着从前种种他已经不在意了。大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怎么可能说不在意就不在意？我们只是忽略了他，日后再好好对他，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。大哥，你喝醉了。我没醉。大哥哥，那是我娘的发簪，都怪我，我不该带出来的，不然也不会弄丢，都怪我。洋洋，别哭，看，我们把发簪的样子画下来了。对了，你看，你看这只发簪，泱泱娘亲那只我找不到了，我打了一只一样的，我把它给泱泱，泱泱就会回心转意。大哥，你要去哪儿？放手！我要去找泱泱，把发簪给他。大哥，你清醒点吧，再一样，他也不是原来那只。我想，但又有什么用？大哥，泱泱不会回来了，不会回心转意了。爹已经辞官，家中很多事需要你做主。我们李家不比从前，如果一败涂地，那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少爷，喝茶。大公子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泱泱的闺房，出去。公子让奴婢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奴婢便做该做的事。公子，您醉了，喝茶解解酒吧。出去，这里不需要你。公子，您为何要这样？当初您对花颜那么好，都忘了吗？够了！当初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冷落泱泱，都是因为你。到现在还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真是没用。不过至少你还有个李家当主人的身份。公子，是花颜错了，您先喝茶解解酒。您这样，花颜真的很担心你。你是担心以后我们三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你，想讨好我吧？可笑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？公子，您误会我了。以前您饮酒，谢小姐便会给您送解酒茶。公子，花莹也想跟谢小姐一样对您多关心一些。洋洋，公子，我以后会代替谢小姐陪着你。公子，洋洋，是，我是洋洋。洋洋，洋洋，你回来了！你看，我把发簪找回来了，你不要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公子，我没有生气。洋洋，那你不会嫁给其他人了，对不对？你会嫁给我，对不对？大公子愿意娶我吗？娶，我娶！太子殿下为何突然到访？不叫人通报一声？这好歹也算是泱泱的娘家，怎么，姑想看看泱泱之前住的地方，不能来？不，当然能。
是我们有失远虑。洋洋，你还好吧？二公子这是什么意思？洋洋嫁给孤能有什么不好？还有，洋洋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。是我唐突了，还望太子妃见谅。无妨。洋洋之前不会对我这么冷淡，他明明都是喊我二哥哥，果然都回不去了。丞相告老还乡，如今你们李家是李清扬当家，他人呢？本太子来了，他都不出来，好大的架子！大哥他一大早就没见到身影，我马上叫人去找。岁木，快去找大哥过来。李岁木，啊！你在发什么呆？还不去找大哥过来？哦，好，不必了。看你这副丢了魂的样子，也没把人找来，再把自己弄丢了。岁木，你在干什么？这2天总是心不在焉的。怕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不好意思说出来吧？怎么？难道是欺负了谁家姑娘，被人家姑娘找上门了？我才没有！你别乱说！放肆！殿下恕罪，岁末他年岁小，口不择言，冲撞了殿下，还请见谅。年岁小不是不懂规矩的借口。我看他以前是被丞相和你们保护的太好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殿下恕罪，岁末还不给殿下赔罪。之前孤和洋洋成亲，你们3兄弟就多加阻拦，孤看在丞相的面子上放了你们一马。看来你们真是把孤当成软柿子。殿下像是在故意找麻烦，果然他没打算轻易放过之前的事，这次来怕是有意要给我们教训。殿下，我们双喜，给孤好好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是。殿下，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动怒，我代岁木向您赔罪，还不赶紧跪下！殿下，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动怒，我代岁木向您赔罪，还不赶紧跪下！殿下恕罪，是小人的错，是小人说错话，不该冲撞殿下。只是这样，孤可不满意。殿下还想如何？这样吧，光跪着太便宜你了，打10鞭子，孤勉强还能满意。双喜还愣着干什么？二哥。殿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还请不要跟他计较。殿下，打！阿瑟，你是不是？怎么了？阿斯应该不是在替我出气吧？他应该不知道那天的事。停着干什么？打！要不是孤查到之前的事，还真不知你敢这样对泱泱。你那日打在泱泱身上的，孤得讨回来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救我！殿下，他已经知道错了，别再打了，求您开恩。这才几鞭子就受不住了。倒也是，孤忘了告诉你，双喜下手重。之前东宫有人偷盗，他10鞭子下去，那人可是气儿就没了。殿下放心，毕竟是前丞相的3公子，属下这次有分寸，这10鞭下去，至少给3公子留半条命。泱泱，不，太子妃，您一向心善，求您看在和我们青梅竹马的份上，让殿下饶了岁木。泱泱，你意下如何？孤听你的。为何要饶了他？他对你不敬，本来就该打。今日他敢冲撞你，明日还不知会做什么。我看10鞭子还是便宜了他。泱泱所言甚是。双喜，没听到太子妃的话吗？继续打。是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泱泱，这是你之前住的房间吗？是我的房间。你才出嫁多久，房间这么快就叫人占了？是谁在里面？昨夜大哥在这里饮酒，难道是大哥？殿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泱泱的房间，孤不能进。殿下明显因为之前的事记恨，若让他看到大哥在泱泱房间过夜，怕是更要找事。殿下，房间已经有好几日没打扫了，
怕不方便？无妨，姑不介意。殿下，大哥，花颜，你们。洋洋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我们……难怪姑来这么久，一直没见到李大公子，原来是美人在怀，都叫你忘了时辰。不是这样的，洋洋，你听我解释。大公子，你做什么何必跟我解释？李清扬，洋洋没兴趣知道你做了什么，只是姑好奇，你要跟人寻欢作乐，不去自己的房间，为何要来这里？殿下，求殿下为花颜做主。大公子昨日醉酒，强迫奴婢同房。我不是，没有。李清扬，你好歹也是李丞相的长子，丞相不会教导你这种事只做不认吧？殿下，施鞭子够了。花颜，你们真是热闹，没想到姑来一趟还能看到这种事。殿下，求您做主。花颜虽然是奴婢出身，但不能就这样没了清白。李清扬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殿下，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。我大哥他不会做这种毁人清白的事。二公子是说奴婢在撒谎吗？奴婢怎么会用这种事撒谎？李清扬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，既然做了就要认，毁人清白就要对人负责。洋洋说的没错，还不请？是，殿下。李清扬李大公子向来最守礼节，也最重名誉，这种要了人却不负责的事，他应该做不出来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都是你的人，正好你也到了婚配的年纪，不如姑就做主，你把他娶。不行！大哥不能娶花颜。为何不能？干爹在朝几十年，如今辞官还乡，在这京都还留着好名声，这才多久，家中长子便传出毁人清白又不认的事，你们想要这样抹黑干爹的名声吗？李大公子，你意下如何？我会负责。大哥，我会将花颜收入房中。大哥，你不能！花颜他……李岁木，闭嘴！二哥，我不会辱没爹的名声。既然做了这种事，我认。花颜日后便抬入我房中做妾。妾？李清扬，姑出面给你们指的婚，你就只让她当个妾？殿下这是什么意思？花颜她身份低微，只能做妾，难道您还想让她……当然是让她做你的正房夫人。殿下，我爹虽然辞官，但李家好歹是这京都高门，大哥的正房夫人，日后是李家的当家主母，怎能让花颜一个奴婢出身的人来？你们之前和花颜亲近的时候，可没嫌弃过她是奴婢出身。我们以前只是什么？只是图一时新鲜，不需要考虑后果时自己高兴便好。真正要负责时，却又嫌弃她身份低微。你之前就对她十分上心，处处维护，现在正好娶了她，不正合了心意？洋洋，不是的。洋洋，你是不是在生气？是不是我跟花颜在一起你吃醋？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洋洋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是在乎的。大哥，你疯了吗？李清扬，我看你是酒还没醒，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哥，你疯了吗？洋洋，你看，我把你娘的发簪找回来了。之前的事你忘了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这……
你说这是我娘的发簪？是，就是那天花灯节不小心丢掉的，我找了好久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忘了这是你娘的遗物，不该忘了她对你很重要。现在既然找回来了，你能不能……不能。你不会觉得拿只一样的发簪就能冒充我娘的遗物吧？李清扬，我以前怎么不知你这么厚颜无耻？你真的觉得我蠢到连我娘的遗物都认不出来吗？忘了告诉你，我娘的那只发簪，阿四早就帮我找回来了。李清扬，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被替代，因为忘了它的价值而不珍惜弄丢的，那就被怪别人捡回去。洋洋，对不起，我不需要再多说什么。如果我之前说的还不够清楚，那现在就再说一次，我跟你、跟李怀旭、李岁木日后再无任何关系。洋洋，干爹干娘都已经回乡了，这里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挂念，我日后不会再来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洋洋，李清扬，话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还敢对泱泱有别的想法，那别怪姑不看李丞相的面子。大哥，够了。双喜，殿下，李大公子马上要娶妻，这几日你便留在这儿帮忙，务必要看着他们行完拜堂礼。什么时候仪式完成，你什么时候再回宫向姑复命。属下明白，殿下放心，属下一定亲眼看着李大公子娶亲。哦，对了，日后别再让姑听到你喊泱泱的名字，再听到一声，姑不介意拔了你的舌头。三位公子，还发什么呆？大公子，马上就是您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还苦着一张脸？尽快准备成亲事事吧，不然我可没办法回宫跟殿下交代。你们也听到了，殿下吩咐了，大公子什么时候成亲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复命。若是不想让我在这儿逗留太久，大公子还是尽快成亲吧。哪位公子得闲，给我找间空房让我住下。请随我来吧。大公子，昨晚究竟怎么回事？大公子，您昨晚喝多了酒，您忘了吗？花颜，三公子，花颜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想当我们李家的大夫人，故意爬我大哥的床？三公子，您弄疼我了。你说，到底是不是？三公子，你把花颜当成什么人了？花颜明明怀着你的骨肉，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？那你为什么和大哥？是大公子，是他昨夜喝多了酒，把我当成了谢小姐，非要与我，又不是我愿意的，我怎么能反抗得了大公子？那我去跟大哥说，你不能嫁他。三公子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和大公子已经同了房，你不让我嫁他，那花颜的名声怎么办？还是你要跟别人说，我们早就无媒苟合，我还怀了身孕，你要娶我？三公子，若是你告知大公子还有其他人我们的事，
敢承受那些流言蜚语，那花颜便也豁出去，嫁给你。不行，没用的东西，不敢承担，还想阻止我嫁给李清扬。既然我走到了这一步，李家大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。三公子，这是太子殿下指的婚，我们谁也不能违背殿下的意思。可是你肚子里，我不能这样对不起我大哥。我大哥要是知道的话，那就别让大公子知道。你说什么？那怎么可以？那我不是给大哥戴了绿帽子？三公子，只要我们不说，没人会知道。以后这个孩子就是大公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？真是良辰吉日！殿下，殿下，李清扬今日大婚，和花颜成亲了。属下看着他们拜了堂，入了洞房，立即回来跟您复命。好啊，宾客不多，是二公子操办的。那三公子干脆称病都没出来。他还有什么脸出来？姑早就说过，他就是个妇人。可怜的李清扬，等花颜把孩子生下来，怕都不知道自己戴了多大一顶绿帽子。那不正好？这个把柄捏在姑手里，但凡他们谁不老实又来找泱泱，那姑就让他们李家好好热闹热闹。热闹什么？热闹什么？没什么。今日李清扬成亲，双喜刚从李家回来，说他们那儿很热闹。哦，泱泱，你不会因为他成亲再不开心吧？我为什么要不开心？就是像李清扬说的，你看到他跟别人在一起，生气吃醋。阿四，你难道觉得我还喜欢他？不是，没有，姑只是……殿下，太子妃都跟您成婚了，也跟李清扬说的清清楚楚，日后不会见面。你怎么还怀疑太子妃呢？您说这话我都听不下去。要你多嘴。双喜说的没错。泱泱，姑错了，姑真的错了，姑只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我对李清扬余情未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今晚太子殿下就搬到偏院睡吧。那不行，泱泱，姑错了，是姑小肚鸡肠，是姑多心，什么余情未了，哪有什么情？下次姑要再说这种话，姑就天天伺候你沐浴更衣。殿下，您这是罚您自己还是赏您自己？闭嘴，就你话多。好漂亮！这是殿下为庆祝李清扬成婚，特意命人放的烟花，让整个京都都知道他成了亲。何必为了他做这种事？姑才没有为了他，姑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成了亲，看他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觊觎你。泱泱，人生天地间，如白驹过隙，愿我们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